这是兔子多肉，砍头后晾根，等候自然发根。兔子是非常好养护及繁殖的品种，也因为如此，一不留神就太泛滥，所以我把兔子砍头后只留顶芽，丢弃底座。兔子这一个属系的多肉，加兰菜属在台湾都可以安然度夏。一想到这里，就觉得喜欢兔子多肉的肉友好幸福哦。加兰菜属除了好度夏外，它们的外观我也觉得有点雷同呢。来看看这系列多肉我有哪些吧。我觉得它小时候比较可爱，长大外形会走钟。对于它进行放养，不主动浇水，也不给肥，完全看天气吃饭。叶片断了也不会心疼。我觉得它的叶片形状跟蕾丝公主很像耶。观察珠帘宽叶锯齿状的叶片，是不是与前一品兔子多肉的叶片相似呢？买大家乐多肉戒指送的植株，由一只繁殖成多只，去年被我养成像杂草，一度考虑丢弃它，现在总算有像蝴蝶翅膀的样子。拥有金黄色的叶片，刚入坑多肉都用瓷盆来种植，后来知道瓷盆不透气，所以瓷盆全成为加兰菜属的家。银灰色的外观觉得特别，所以买了它，在我家也1年咯。一金一银，好似多肉界的金银财宝，我都拥有咯。这款不死鸟，只要不砍头就不会繁殖。一不留神就长很多的兔子，养了3年多肉，不死鸟及蕾丝公主数量没有增加，反倒是兔子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今年在整理花架时，把不少兔子给丢了。一片叶子就能孵出群生，现在被扔到只剩眼前这一盆。自己拥有的兔子多肉里，唯一觉得可爱的。这株兔子是在福祥仙人掌玩主盆时种的，已经2年了，选择不同切，避免继续繁殖。以前以为它很难养，入手后去研究，才知道原来也是好养护的一品。但好养不代表好出状态，像我的糖印就是不转红。我觉得它的外形像迷你糖印，因为加兰菜属在台湾好种又好养，任何材质的花盆它都可以驾驭，所以在我家便宜的多肉用的盆比较贵，比较美。有丑盆之称的红桃盆都让给娇贵肉住。以上就是我拥有的加兰菜属多肉。那么来为影片一开始的兔子上盆吧。因为兔子什么盆都适合，所以我为兔子选择外层有上釉的出桃盆。这个花盆是以前买的，以前买花盆是看颜值，现在才开始重视材质。影片分享的多肉都不需要我们费神上心，要养死它也很不容易。如果家里种多肉的空间跟我一样不大的话，最好左思右想再入手加兰菜属多肉，否则夏天过去没有多肉成鲜，秋冬就没有空间加一了哦。入坑多肉至今已经超过6年，一开始什么属性的多肉植物都想尝试种植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摸清了自己的喜好，原来最爱的是连座型多肉，也因此开始觉得那些好生存、繁殖容易的加兰菜属占据了顶楼的露台空间。为了腾出更多空间给连座型多肉，我下定决心要把加兰菜属的多肉整理淘汰。铜勺、蝴蝶之舞、雪鹃、不死鸟颈、白鸡之舞，成群的兔子，连不是加兰菜属的沙漠玫瑰也不要了，唯独蕾丝公主保留下来了。因为某天女儿在学校上植物课，老师询问有谁想要带嫩芽回家种，女儿知道我喜欢多肉，所以就跟老师要了5颗，所以每每看到她就会想到女儿的贴心。那么有人跟我一样种加兰菜属种到不要的吗？